欢迎来到野球特报深度解析。我们今天的焦点只有一个人，就是太空人阵中防御率只有 2.16 的长中继王牌邓凯维。2026年4月28日，休斯顿太空人客场对战巴尔的摩精英关键赛事。这一天是他本季首度挂帅先发。而且你看哦，他面对的可是全联盟掌打火力最顶尖、打线一字排开、极具破坏力的精英队。邓凯维站上了投手丘，然后精英队可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空间。第一局立刻就给了他一场震撼教育。精英打者对邓凯维的速球细球路辨识度真的是极高。虽然邓凯维有把球投进好球带，但那个进垒点实在是太甜了。你要知道，在大联盟，就算你的球速有95英里，只要失投进到红中，打者挥棒的轨迹绝对会精准捕捉到那颗球。刚才 Henderson 扫出一发出速高达 107.1 英里的二垒安打，接着那个 Samuel Basallo 也补上一记出速 106.6 英里、仰角负7度的平飞二垒安打，出速破106英里是什么概念呢？那一手根本连眨眼的反应时间都没有吧？没错，那种击球品质对投手来说真的是极大的心理冲击。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大格局来看，其实真正区分大联盟顶尖投手跟一般投手的分水岭，从来就不是您能不能保证不打爆，因为每个人都会打爆，而是在你连续被重击的当下，你具备什么样的心理韧性？心理韧性，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看数据，他并没有让这局失控变成一个无底洞的大局。他最后让可怕的全垒打王 Pete Alonso 打出了一个仰角负22度的内野滚地球出局，他成功把伤害控制在2分。但邓凯维在第二局，在完全没有教练上球的情况下，自己就完成了投球节奏跟释放点的微调。他很清楚意识到第一局被锁定速球了，所以他在第二局主动增加变化球的比例，去扰乱打者的节奏。结果立刻就反映在对手的击球仰角上。你看哦，面对 Dylan Beavers， 虽然对方还是咬中了球，初速达到100.3英里，但因为邓凯维的机智修正，这球的仰角被硬生生控制在安全的32度，变成一个滞空时间极长的中外野飞球被接杀。接着他又三振了 Kobe Mail， 甚至让第一局重创他的 Gunnar Henderson 打出仰角高达51度的冲天炮出局，直接上3下。而且进阶数据显示，这一局的完美压制，直接把精英队这场比赛的胜率期望值死冻结在 74.9%。也就是说，模型认为精英队的胜率无法再扩大了。邓凯维凭一己之力踩住了刹车。没错，但如果你觉得第二局的自我修正已经很精彩了，那第三局他对决精英顶尖捕手 Adley Rutschman 的5球，那才是现代棒球配球理论的完美教科书。这是一次非常极致的高低速差展现。第一球92.1英里的二缝线速球塞在边角，精准抢下好球。然后第二球91.7英里的速球，但故意偏高偏离好球带。对，这个偏高超级关键，它其实不是投不准，而是在改变打者的视线高度，让打者的大脑必须重新适应新的进垒轨迹。接着第三球，他突然把球速降到了83.2英里的花曲球。等一下，从92英里突然降到83英里，这不会很危险吗？大联盟打者如果逮中一颗失投的变化球，通常都是直接扫出全垒打墙外吧？确实有风险啊，但这就是高低速差的艺术。将近9英里的速差，就算打者选掉变成坏球，他的挥棒时机感其实已经被彻底破坏了。接着第4球，他再塞一颗91.9英里的速球系横扫球，引诱打者出棒未果。球数来到2好3坏满球数，满球数的终极对决，把全场气氛紧绷到极点。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他投出了一颗83.9英里的横扫球。这颗球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共轨效用。对于站在打击区的 Rutschman 来说，这颗球在离开邓凯维手中飞向前40英尺的过程中，
它的旋转、出手点和视觉轨迹跟前面那颗90几英里的速球看起来真的一模一样。打者大脑接收到的讯号就是，这是速球，速度很快，我必须提早挥棒。球即将进垒的瞬间，这颗横扫球产生了剧烈的横向位移，直接划过打者的内角好球带边缘。Rutschman 根本来不及刹车，只能眼睁睁看着球进垒，战力遭到3振。这完全是透过轨迹的伪装，欺骗了人类大脑的视觉判断。当这3局的任务结束，我们摊开这场比赛的基础数据，邓凯威总共只用了42颗球，其中居然有高达30颗是好球，好球率高达71.4%，而且单场0保送。你必须知道，邓凯威过去最常被球评诟病的就是保送过多的控球问题。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这场比赛他可以说是亲手撕下了这个标签。这场比赛邓凯威的强击球占比高达了35.7%，这也意味着经营打者只要能把他的球打进场内，超过1/3的被击球都极具威胁。我们刚刚提到 Bryce Matthews 甚至打出了一击初速高达111.4英里的恐怖飞球，就说明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邓凯威的球虽然能投进好球带，但在大联盟打者的眼中，只要那层共轨效应的伪装被看穿，就是重伤。他目前过度依赖速球与横扫球这2种球路的搭配，这是一种非常极端2极化的配球模式。共轨效应虽然厉害，但它需要极其精密的体力与控球作为基础，而且它缺乏垂直方向的速差。如果打者知道你的球不会往下掉，他们只需要锁定水平方向的轨迹去挥击就好了。一旦比赛进入中后段，投手的体力下滑，速球无法精准控在边角，或者横扫球因为手脊疲劳而提早掉出好球带，失去了伪装，大联盟打者绝对不会手软的。他缺乏第3球种来保护他的主要武器。太空人球团这场比赛把他的用球数严格控制在60球以内，实际上他只投了42球，只让他面对精英队打线1轮半左右就换下场。球团的数据部门绝对比我们更早看到那35.7%的强击球占比。他们知道，如果让邓凯威面对打线第2轮，当精英打者适应的只有横向变化的球路时，灾难随时会发生。所以见好就收是他目前最适合的使用说明书。好，我们离开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库这场比赛在现实世界引发的情绪张力，说实在的，简直是一场网络核爆。对，球迷的反应完全分裂成2个平行的宇宙。社群网络的反应往往是最直接的民意测验嘛，也确实反映了球队现况的焦虑程度。休斯顿在地的死忠球迷陷入了一种末日般的焦虑，他们创造了各种迷因，像是凯威 or the highway， 意思是不选凯威就滚蛋。还有球迷绝望的留言说 Goodbye to our best bullpen piece， 再见了我们牛棚里最好的一枚棋子。甚至有激进的留言直接洗版要求 Fire Joe Espada， 也就是开除总教练。这些反应也太2极了吧。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了什么？为什么在地狱般的战绩面前，球迷会对一个防御率2.16的投手转先发感到这么恐惧？其实从客观角度来看，休斯顿球迷的恐惧是非常真实而且合理的。但你要知道，太空人现在的牛棚防御率高达6.31啊！哇，6.31，这根本天天都在放火吧？没错。所以你把阵中唯一能稳定吃下局数的长中继抽调去当假先发，这根本是挖东墙补西墙的极致表现。这也反映了球队阵容深度的严重失衡。真的，而且这场比赛的残酷结果完全印证了在地球迷的恐惧。球迷最怕的事情发生了。邓凯威完成3局任务退场之后，接替他的后援投手，也就是预定执行双先发的 Ryan Weiss，直接遭到 Alonso 的2分炮重击，牛棚的连锁骨牌效应马上就显现了。最后，太空人以3-5输掉比赛，而邓凯威无奈地承担了这场比赛的败投。不过，总结这场比赛，邓凯威用了42颗球，其实还是向大联盟的球探们证明了一件事：对，
他绝对具备在顶尖舞台立足的抗压性。考量到太空人目前的伤兵状况，像是塔苏亚伊麦还在2A 进行复健赛。短期之内，球团预计还是会继续让邓凯维维持 opener 或者是双先发的调度角色。只要把他的用球数严格控制在60球以内，让他只面对敌方前段打线大约1轮半的时间，这样就能最大化他知道挥空与控球稳定的优势，同时巧妙地隐藏了他缺乏第3种有效球路的劣势。是的，我觉得无论未来他是要重返牛棚去当那个高张力的拆弹手，还是继续扛下先发轮值破洞的救火重任，他其实都已经是这支陷入低潮的休士顿太空人阵中最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针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